大家好，我是小云，这是一个专门分享生活知识和个人经验的频道。在国外生活，你们有没有那么几个可以真正成为自己死党的外国朋友？就是可以约在一起出去玩，有事情可以找他们商量的外国朋友。又或者说，至今你们有没有交到可以成为自己朋友的外国人？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，但自己又很想交到外国朋友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在国外交到朋友这个话题。初次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有担心，有害怕，有迷茫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很多即将出国工作、留学，甚至是 working holiday 的朋友，普遍最担心的还是社交上的问题。他们都会告诉我说，他们害怕在当地交不到朋友啦，害怕文化差异太大，害怕自己适应不了当地的生活，无法和别人交流，害怕自己的语言不好，无法好好的表达自己。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你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，哪一座城市，人就是人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要带着对人的刻板印象去交朋友。像是有些人觉得黑人很吓人啦，荷兰人很没有礼貌，很直接，华人很爱炫富等等。在国外生活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好人，有坏人，有幽默的，有无趣的。不要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就不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交流。沟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求同存异吗？不要因为害怕自己的语言不好就不敢主动和外国人说话。有些人会因为害怕说错，怕被人瞧不起，怕被人嘲笑，连尝试都不敢尝试。真的没有这个必要，勇敢的去尝试就对了。在国外生活，你的语言真的不需要是最流利的那一个，你只需要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事情表达清楚，他们就知道你想说些什么。外国人真的没有在意你的口音和咬字，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么的可怕。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里是如何交到朋友，是如何融入这里的生活的。一开始在这里生活的2-3年，我根本没有在融入荷兰的生活，我甚至还带着对荷兰人的刻板印象生活。我总觉得荷兰社交太难了，和荷兰人做朋友太不容易了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最大的难度就是我觉得荷兰人不太想交新朋友，这是因为每一次和他们出去吃饭或是喝咖啡，我都需要先预约，但是他们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，和他们碰上一面，我可能需要等上2-3个星期，这让我觉得他们不太想和外国人做朋友。后来我发现是我太浅薄了。荷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，大部分荷兰人的朋友都是和他们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即便现在不住在同一座城市，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经常碰面，因为距离阿姆斯特丹最远的城市也不过只需要开车2-3个小时就能抵达了，所以荷兰人是很常和自己的朋友 meet up 的，这也造成了他们需要交新朋友的概率也比较低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周末的行程都是满满的。我觉得我自己真正融入荷兰的生活的时候，已经在这里生活的第4年了。当时的我接触到的荷兰人也越来越多，也比较了解荷兰人的生活方式。当然，我自己的心态和思想都有所改变。当心态改变了，一切就开始改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容易去接受和尝试，还有的就是更容易去适应和融入这里的生活。有朋友问我，在自己的国家交朋友和在国外交朋友是不是很不一样？老实说，我觉得都差不多一样。就是如果你想和一个人交朋友，无论是男还是女，你就是去和他说话交流，约他去喝咖啡吃饭什么的。如果他不断的爽约，那你就知道他其实不想和你做朋友，那就算了，不要勉强。在这里交到外国朋友的方式有很多，像是参加活动、做志愿者、透过朋友的介绍，还有各式各样的交友软件。但是今天我没有要介绍任何一个交友软件，因为我觉得科技的发达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接触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个留学生，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和荷兰人还有其他的国际学生混在一起，这和为了工作而到国外的朋友不一样。
作为成年人，我们很可能和我们的同事成为朋友。当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的时候，往往我们第一个朋友就是从我们的办公室里结交到的。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好了，当我在一间意大利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我的办公室里几乎没有荷兰人，接触到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。但是当我转职到一间荷兰公司的时候，和荷兰人共事，我的荷兰朋友大大的增加了，大部分都是从同事变成朋友。在这里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在这里交朋友，不要因为要去迎合别人而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在这里真的不需要。你不要觉得如果自己不做就会显得格格不入。在这里，如果你不想做，你可以很坦然的去拒绝对方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，我是一个不喝烈酒、不抽烟、不吸大麻的人。如果有朋友 offer 我一杯烈酒、香烟或是大麻，我都会跟他说 No thank you， 就是很礼貌的直接去拒绝对方。在这里，如果是真的朋友，他们不会因为你拒绝了他们就不和你做朋友。相反的，如果是因为你拒绝了他们，或是他们觉得你不抽烟、不吸大麻、不喝酒，就觉得你很奇怪，鄙视你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他们压根也不是你的朋友。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交到外国朋友，是因为我们不说当地的语言。就像一开始来到荷兰，我们也不会说荷兰语，或是到其他的英语国家，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英语不流利，就尽量避免进入当地的社交圈，然后我们就选择一个我们比较舒适的社交圈，像是华人的社交圈，就是以中文或粤语交流的那一种。在我之前的视频我也很常提到过，荷兰人在他们之间或者在社交场合，他们都比较喜欢用荷兰语交流。虽然95%的荷兰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但是英语在这里还是第二语言。还是那一句老话，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，就一定要学会当地的语言。你其实也无需要把当地的语言学得多流利多好，你只需要能够和人交流表达自己，那就够了。就像当外国人在荷兰或是马来西亚住下，我们的荷兰语、华语或是马来语都不会特别的好，但是我们能够让其他人明白，这样就足够了。荷兰是一个直接和开放的国家，这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在这里和当地人做朋友，你只需要抱着一个开放式的心态，不要有偶像包袱，不要总感觉自己的语言不好，因为在这里真的没有人在乎你的口音。即便我们在说英语或是荷兰语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带上自己的口音，那也没有关系。我在做视频这几个月，批评和讽刺我的中文口音的人多的是，那又怎样？最重要的是你们听得懂我想表达些什么。在这里你也不要吝啬对于他人的赞美、感恩和爱。我们亚洲人对于表达爱啊、感恩啊都会比较含蓄，不会真正的表达出来，不会放在台面上说，即便这一些都是好事。但是在西方国家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举一个例子吧，在马来西亚，每当我的母亲把晚餐准备好了，我的父亲坐在餐桌前准备开动了，我不曾听到我父亲对我母亲说声谢谢。这并不代表说我父亲不懂得感恩哦，只是他不会把这些情绪都表达出来。相反的，在这里，每当我的先生坐在餐桌上用他的晚餐的时候，他会和我说声谢谢为他准备的晚餐。虽然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就是一句谢谢，但是我听到了之后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暖心。这里的人在路上看到你的衣着打扮好看，他们是会大大方方的上前去告诉你，你的衣着打扮好看。这和在马来西亚完全不一样。在马来西亚，无论你的衣着打扮多好看、多时髦，大家都不会去搭理你。大家做的最多的就是偷偷的盯着你看，然后再和朋友议论你。你看，她的裙子多好看，她的包包多漂亮，她的眼妆多时髦。这也是我以前在马来西亚常做的事，但是在这里真的不需要这样，你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去赞美别人。反过来思考，不管我们是在赞美别人还是被赞美的那一个，我们的心里是会感到开心的。总而言之，人就是人，不管你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在国外，友谊是需要一起慢慢搭建起来的。还有的就是不要害怕语言上的问题，语言这种东西，你犯的错越多，你学的就越快。
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好朋友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I've been flying from town to town.